斜杠 describe 打上，然后把这个图片拖在到那块就可以了。今天介绍一下这个新出的 describe， 这可能 Stable Diffusion 早就有这个，就是以图反向的engineering，叫 reverse engineering，就是你有这个图，我想知道这图是用什么词汇 generate 出来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你这里这边刚刚推出来，然后就是杠 describe 加上你的文件。封面图上那个女人那个红唇，应该就是我这么 generate 出来的。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想要 exactly 那个 prompt 的话，还是得去试一个一个试，要不然你一下就是想generate，它会给你几个选项。看看我们昨天用的是，我用的是这个 prompt， 用它，用这个1、2、3、4这几个选项啊。一会儿这个图片也会 generate 出来1、2、3、4这几个选项。你看，如果是你按下面数去选，我可能觉得选完就没掉了，或者是你可以把上面的 copy 下来 imagine 它也可以。Sweater, fashion photography, countryside 这个蛮像的。Distance, facial, light pink, dark amber 这个镜头。Z215 f1.4的，后面给这个 AR 哈，通常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咱不知道，我就是把那个 AR 那块去掉，因为它那个比例有的时候你这里这个不识别。先 generate 出来一张，试试看什么感觉所以这个 describe 就可以这么用，就是这样使用。看刚才我们 generate 这张花丛中的这个女子，你就可以选一个。你看它 AR 都是什么65比87，好奇怪的。Color blocking， 我觉得这第三个描述的一个女子 ，red and white pants，color block， 我们试试这个哈 ，made of flowers， 它通常有艺术家的这个我很喜欢。哎，我们试试第一个吧。有的时候你还可以再给他描述一下，比如说这个人明显能看出来他是穿的一个红长的裤子。我把原始的图片一部分一部分切割出来，最后这个原始的图片是这个姑娘看着镜头极为近的这种特写，脸部特写哈。我后来可以看到哈，我给她这个是怎么看这个镜头，然后是什么样的镜头 f1.4，我把这个 vintage cinematic look 给去掉了，然后 crisp detailing 这个有。我用这个 prompt generate 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什么，soft color 只要有跟 color 有关，都影响整个画面感觉，所以我就把那个什么 cinematic 那种去掉了，就是放一些跟 color branding 没有关的关键字，这个就蛮像的，特别是第4张就有这个非常 close up 的这种感觉，beige head 裸色的帽子，然后看向镜头，把这个看离了，这个我觉得挺好的。Front country style， 一会儿跟我自己的默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这个出来效果真的不错哎，我觉得这个镜头作为非常脸部特写的关键字，如果这个视频在任何维度对你有帮助的话，您的任何一个动作，比如说点赞呐或什么，都是对我原创工作者最大的支持。这个 portrait 的灵感呢，我是从那个 Instagram 上是一个摄影家，应该是 Barcelona 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 check it out。总结一下哈，就是怎么使用 describe 的这个找到你想要这个抓取图像的一些关键字，在这个 slash 杠斜杠 describe 的这块，把你想要的图片加上，然后它就会识别出来你给你1、2、3、4，最好不要直接用它这个1、2、3、4，因为它这个可能会给你出来奇怪的 ratio。然后第3个呢，就是你可以多多组合，把你想看到它那些关键字，把精细的跟 color 不 effect color 加 natural 的那种感觉的关键字给提炼出来，然后再自己组合一下，然后多试几轮看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大概就是这些了。这个就是我之前 generate 出来封面的那个关键字。
方法是一样的，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把这个斜杠 Discord 打上，然后把这个图片拖在到那块儿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选择其中的一个关键字提炼出来，这个 context G2 和 G2 有这个 camera 的关键字。我是对这个相机敏感度极高，因为真的是好贵的相机啊。然后就是找到自己的东西提炼出来，那个 French lipstick 那个，就给大家找一下，我觉得那个图简直啊，张那个我都惊艳到了，就是好像电影画报的感觉。我就是把那个提炼出来，这样的出来这一幅画。还好这个手啊没有给我掉链子。跟大家一起玩这个 Midjourney 的过程中，就是抱团取暖吧。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一些平时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呢，有可能会在这几个播放列表中出现，所以点它点它。